日本防卫省7月底发布新版防卫白皮书，增加7大领域的防卫支出，谋求根本性的增强防卫力量。紧接着，又有消息人士透露，日本防卫省计划将2024年度防卫预算申请额度提高到创纪录的7万亿日元。实际上，按照日本政府的计划，最近5年每年的防卫费增幅都将超过20%，是全世界增幅最高的国家。日本修宪扩军的借口很多，甚至包括台湾问题。防卫费急速膨胀，他们最急于推动的项目有哪些？来看报道。据日本共同社8号援引相关人士消息，日本防卫省正在协调8月底汇总的2024财年预算申请，拟提出创新高的至少7万亿日元，约合人民币3527亿元的防卫费预算额。日本政府去年修改了安保3文件，提出比照北约标准，在未来5年内将防卫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提高到2%。这意味着5年内防卫费翻一番，到2027财年将达43万亿日元，届时日本将会成为世界第3大防卫费开支国。实际上，作为5年防卫费翻倍计划的首年，2023财年日本防卫费涨幅位居全球主要经济体第1位，达到约6.8万亿日元，比上一财年增长26%。因此，外界认为这次日本防卫省对外放风称至少7万亿日元是保守估计。按照年增长20%的幅度，日本2024财年的防卫费预算将高达8.16万亿日元，而目前防卫省方面透露仍为7字头，显示增幅将有所放缓。其认为，这或许与日本经济现状不佳有关。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估算，今年日本 GDP 将被饱受俄乌冲突外溢效应冲击的德国超越，跌至全球第4。值得关注的是，日本大幅增加防卫费开支的具体用途。据日本政府消息人士透露，其中日本国产1000公里的长射程导弹购置项目，以及取消进口美国陆基宙斯盾之后的替代项目支出是大头。高超音速武器也是日本斥重金研发的重点项目。此前多年，日本在这一领域没有显著成果，但去年开始，美国宣布与日本联合研制高超音速武器。目前，日本正集中精力研发射程为2000公里的岛屿防御用高超音速滑翔弹。由于这款滑翔弹的外形、性能和射程都与美国的战斧十分相似，因此也被称为日本国产战斧导弹。不过必须指出的是，美制战斧导弹并不是高超音速武器，而且美国自身的高超音速武器项目现在也已经陷入了技术瓶颈，试射成功率不高。负责研发该弹的川崎重工方面今年3月透露了日本国产高超音速武器的研发进度。目前原型机正在进行内部测试，预计2024财年展开模块化测试任务，2026年将列装该弹的早期装备型，2028年将列装性能升级型，射程或达3000公里。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在取消星神国产新一代隐身战机项目之后，去年提出与英国和意大利按照4:4:2的出资比例，联手研发第6代战斗机，代号为 GCAP， 也就是全球空中作战计划。该项目将于2025年共同启动，计划于10年内完成研发。但外界对这一项目不太看好，因为英国、意大利和日本都没有掌握隐身战机的技术。有分析认为，即使研发出来，也难以与美国的 F-35竞争。因此，这一项目可以判断为施压美制 F-35砍价的政治工程。还有观察指出，日本自主研发的重点是布局研发周期较长、新兴技术特征明显的未来概念性武器，但这个领域十分激进。过去日本长期依赖美国军工技术，因此能否跟上全球军事尖端技术发展节奏，尤其是否能掌握相关核心技术，仍有待观察。日本要发展所谓的反击能力，事实上就是具备一个能够攻击敌方导弹基地的这么一个先发制人的这么一个攻击能力。那么这一点是与日本战后长期所奉行的专守防卫的政策是背道而离的，而且这也意味着日本在进一步的挣脱日本战后这个和平宪法所规定的一个和平发展的路线。防卫费大幅上涨，怎么花出去成为日本防卫省的新任务。对外采购武器装备也在飙涨，主要获益方是美国。
国。根据订购合同，未来日本将装备147架 F-35A 和 F-35B 战斗机，建成全球仅次于美国的第2大 F-35战斗机群。目前，美国已向日本交付15架 F-35，但整体进展缓慢。同时，日本也在积极推进向美国采购400枚美制战斧巡航导弹事宜，预计最早于2026年列装自卫队，并部署在冲绳地区。有消息称，日方考虑同美方磋商能否将部署时间提前。未来日本在美日同盟中所扮演的角色，也是更加从一个防守者的角色转向一个进攻者的角色。一方面是美国，由于它受到国内矛盾的牵扯，以及它全球战略投入的这么一个精力有限，它希望日本在其中替它分担更大的安全责任。另一方面，主观上来说，日本也想通过这种变化来实现它推动修宪强军的这么一个国内政治议程的目标。日本2023年版防卫白皮书首次将中国定位为日本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在其强化防卫力的7大领域中，防区外防卫能力是日本妄图为介入台海事务做充分准备的关键谋划。日本它对于台湾还有一种错误的一种殖民地的情节在里头作祟。那么另一方面，日本也想利用台湾问题来组织中国的崛起，来利用台海的冲突来为他的强军扩武来制造借口，那么进一步的服务于他突破战后军事禁区，争当军事政治大国地位的这么一个国内国外的这么一个政治目标来服务。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谭克飞日前表示，日本在军事扩张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追随个别大国搞有针对性的小圈子，给地区和世界和平、安全与稳定带来严重挑战。我们敦促日方在台湾等重大问题上重信守诺，在军事安全领域谨言慎行，以实际行动推动双边关系回到正确轨道。相关话题继续来连线特约评论员更新。更先生，日本又要大幅增加防卫费用了，还通过国内安保文件修改，以及在国际场合配合美国推动阵营对抗。那您觉得日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其实日本的这些变化呀，根本上还是近年来日本式焦虑的集中反应。首先，在百年变局的背景下，美日欧等发达国家的整体优势在下降。日本和中国10几年来经济实力的这种翻转性的变化，以及伴随这些变化，中日在政治及情感关系上的不断下滑，而且这种结构性变局依然在向前快速演进，这些都使得日本的焦虑与日俱增。其次，由于美国的内外交困、实力日衰和政策多变，日本长期在防卫上依赖美国的格局不断受到撼动。特朗普时期对日美同盟的轻视，美国在阿富汗表现出的失败主义大撤退，和近来俄乌战事中美国既挑拨离间又投机闪躲的外强中干的本质暴露，都使得日本感受到了很大的压力。但是日本的这些做法呀，实际上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正道，因为从日本的国力和国际社会的格局来看，日本很难以强军搞对抗来缓解安全上的困境。比如俄乌开战后，岸田一改过去安倍与俄罗斯和解的路线，以便更加与美欧捆绑，但是呢，恶化了日俄关系，这就让日本呢在军事、能源等受到了更大的压力，可能会面对3面受敌的困境。同时，美国近来正在缓和中美关系，日本似乎又感受到了当年尼克松越顶外交式的压力，所以最近岸田也2次提出希望访问中国，并且将稳定中日关系作为日本下半年外交工作的重点。今年啊是中日友好条约签署45周年。当年冷战背景下，中日都可以捐弃前嫌，搁置争议，构建友好合作的大局。今天，日本一直是以中国作为最大贸易伙伴，中日贸易额是美日贸易额的2倍，在华日本企业的盈利率大大的高于其他的日本企业。实践证明，日本要解困，只能靠和平发展合作，扩军备战的老路它是走不通的。